说真的，如果你现在还把3663新科当作以前那个只能做低毛利、跟着景气循环随波逐流的光电靶材厂，那你绝对会完全错过这次真正的核心。从财报数字和布局来看，这是一场往高附加值 AI 和航太材料靠拢的根本性质变。现在的重点早就转向 FOPLP 金属载板和 SpaceX 双轨并行的蓝海策略了。这是一场极深、极长期的硬核技术升级，市场其实还没有完全看懂。我们今天直接摊开6大关键战场：第一 ，AI 与太空的战略转向；第二 ，FOPLP 先进封装突破；第三，地缘政治下的特殊合金防线；第四，资本置换扩张；第五，贵金属避险机制。最后，我们再来验收第4季结构性放量的预测。好，我们马上切入第一部分，看看 AI 和太空战略转向中，中钢精材到底带来了什么化学效应？你看这个历史时间轴，2000到2005年，新科的毛利非常低，都在做光电靶材。接着15年，陷入面板业无尽的景气循环，财报数据根本是一滩死水。直到2021年才勉强切入半导体 PVD。但我最兴奋的爆发点绝对落在2024到2026年，这一切质变的起点就是叶长生总经理主导并购中钢精材那步大棋。新科现在做的早就不再是会被淘汰的耗材，而是直攻 AI 算力和太空军工的最底层核心材料。管理层喊出的3新策略，新材料、新应用、新制程，听起来像空泛的口号，对吧？但绝对不是哦。你想想，从最上游中钢精材做特殊合金的真空熔炼，一路串接到下游新科超高精密的机加工，等于是把粗糙的钢坯直接打造成微密等级的高精度零组件。这背后可是中钢集团庞大体系底蕴的深度整合。这种100%全自制的技术护城河，外面的竞争对手就算现在砸大钱，短期内也绝对做不出来。接着来到第二部分 ，FOPLP。先进封装的技术突破，这可是重头戏。说到 FOPLP 战场，大家最头痛的技术瓶颈就是翘曲。大面积的 AI 晶片一加热，材料膨胀不均匀就会变形。但新科居然拿出了700mm 级的大尺寸铁镍英玛合金，也就是 Invert 金属载板。它的 CTE 也就是热膨胀系数，能跟封装数值完美匹配，完全解决了受热翘曲的问题。而且从经济效益来看，这块载板具备可循环使用的绿色优势，加上他们和国内面板大厂群创深度绑定，直接配合群创的产线转型，这精准打击了目前市场上最缺的 AI 晶片产能缺口。如果我们把格局拉开，横向对比一下，台湾的光阳科现在死磕的是前段3奈米、5奈米的先进制程晶圆靶材，而国际上更有 JX 金属、霍尼韦尔这些老大哥手握一线晶圆厂几10年的信任资产。所以新科这招叫聪明避战，他们不跟巨头在前段制程硬碰硬，而是全面卡位后段 FOPLP 这片大蓝海，靠着在台湾的在地化即时服务，加上跟群创一起研发的极致速度，这条防线可比你想的坚固太多了。来到第3部分，这牵涉到中钢精材的地缘政治防线了。法说会上我最关心也是最犀利的问题来了，新科到底要怎么防御中国靶材龙头江丰电子？对手背后有国家补贴，在显示器和成熟制程上杀价简直是血流成河，这种无情的低价倾销啊，对新科财报毛利率的挤压，绝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致命风险。这题的答案就是技术壁垒加上地缘政治红利。中钢精材手里握有 VAR 和 VMIM 这种最高等级的真空熔炼技术，是100%垂直整合的。你看现在 China Plus One 的大趋势，美系大厂 SpaceX， 还有那些高阶 AI 镍基合金 Alloy 600和625的国防军工供应链，为了安全早就把中国对手全踢出去了。新科等于直接独享了这块高阶安全红利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突破日本垄断的钛棍，预计在2026年第2季就能量产并达到损益2平，甚至还拿下了 ABBNCT 癌症治疗的独家供应订单，直到2027年。听完前半段新科携手群创在 FOPLP 突围，以及背靠中钢精材用 SpaceX 筑起地缘政治防线的战略布局，接下来我们要直接撕开公司的财务与资本面纱，看管理层如何一边操盘应对白银暴涨的营收双刃剑，正面对决目前产线延迟的跳票质疑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深度内容。
好，进入第4部分，我们来仔细算算用联友金属股票套现来扩张产能的这笔账。市场上一直有声音说，半导体现在是母进乌退，觉得股票的价值会掉。这根本是外行话，钨是深蓝色结晶，人家联友有 RMI 责任矿产绿色标签认证，钼是黄色的，两者化学现值完全不同。所谓的母进钨退只存在极少数特定材料里，根本不可能完全替代。新科绑定联友100%绿色回收的稀有钴料，这就是无可取代的核心价值啊！但我们摊开财报的冷酷数据，这笔资本调度的效率绝对会被挑战。新科用大概845元的均价出清了部分股票，套现5.17亿元台币，账面上 OCI 处分利益是4.84亿。可是你看，联友现在市价已经狂飙到2545元了，管理层是不是太早卖飞了？其实你如果用产业内行的眼光看，这绝对是一手极度高明的实体资产置换，双方业务早就稳定了，根本不需要死抱高持股。而且他们保留了少数股权，在天价下依然价值好几亿，赶快把这5亿元银弹变现，专款专用砸进 SpaceX 和 FOPLP 的设备扩产，用这笔钱去换取高阶材料量浅的时间差，这才是最高明、最精准的调度。第5部分，我们来解码贵金属大宗营收这把双刃剑以及背后的避险机制。我们摊开2026年第1季的营收结构，有个异常数据足以让看财报的人心脏漏跳一拍。贵金属买卖的营收占比居然一口气飙高到了76%，而真正的核心特殊合金与半导体靶材只占了24%。白银价格暴涨导致了严重的营收虚胖，这在数字上会极度稀释整体的毛利率，很容易让市场误判，以为新科半导体新材料的真实技术红利被吃掉了。但其实你拆解他们的操作就知道，这是极度完美的财务避险。白银原物料一暴涨，管理层马上启动了贴水对碰，也就是 pass-through 定价机制。这表示什么？价格波动的风险100%转嫁给下游客户了，像是光储存媒体或被动元件厂。所以他们真实的高科技毛利被这层机制完美隔离了。营收规模虽然被大宗物质撑大，但实质的半导体技术获利根本1分都没有少。最后第6部分，我们必须客观验收第4季结构性放量的真实进度。身为财务数据控，我必须冷酷的检视跳票现况。短期逆风的数据非常明显，中国民生台材需求疲软，导致中钢精材 Q1 税后净损360万。更致命的是，原本说好上半年要快速放量的 FOPLP 金属载板，因为台积电 ToWoS 技术变动，设备商验证期整个被拉长，上半年竟然只出了100到200片，这就是产线递延啊！但虽然延迟了，你得看长线的利多催化剂啊。进口替代的钛棍在第2季就会正式放量，转亏为盈。FOPLP 的设备验证只是时间问题。新科前面套现的5亿资本支出砸下去，保证了第4季绝对会迎来结构性的出货爆发。再算上 SpaceX 的实质订单涨货，眼前的阵痛根本没有改变整体的战略节奏啊。所以总结今天的全面剖析，我们必须抛出一个灵魂拷问：市场是不是错误定价了这场迟到但必然发生的转型？新科正从受制于景气循环的靶材厂，蜕变为航太与 AI 的核心要角。面对 FOPLP 和低轨卫星这么深的技术护城河，现在的递延或许只是技术淬炼的必经过程。产品进度延迟跟短期亏损，对比管理层果断的扩张投资，这份动态的解答，还有这间公司的长期爆发力，就留给各位去细细思量了。